我考上研了。当我刚回到家宣布这个好消息的时候，坐在餐桌对面的表嫂突然开口说道：“我怀孕了。”表嫂一把将筷子拍在桌上，用冰冷的眼神看着我：“你考上研了，就别回家住了，我家宝宝嫌挤。”表嫂冷笑了一声：“住这里也行，你放弃读研，在家帮我带孩子，月嫂钱我就不给了，就当抵押房租。”我呆住了，看了眼对面低头沉默不语的姑丈一家，难道他们都没有和他说过这个房子的业主是我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哎呦，是谁家大小杰出房间不关灯的？妈，你看东东净给您找事，自己的鞋子都不放好。我在这个家里最讨厌的人就是表嫂，我自认为我从来没有惹过她，便也没有和她过多争吵，但没想到她的行为却越来越过分。我不跟你计较，我冷着脸和表嫂说道：“你别惹我。”有时候，当我下班回到房间，却发现自己的护肤品居然移了位置，有些化妆品还无翼而飞了。谁动我东西了？我看到自己最爱的粉底液不见了之后，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：“谁碰你东西啊？大小姐！”表嫂听完之后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您的东西这么名贵呀，不知道是哪个男人买给你的哟。”姑丈眼看着状况就要升级，连忙跑到我面前安慰道：“你知道他脾气就这样，不见了什么，姑丈赔给你。对，你别和他计较了，都是一家人。”听到我们在争吵，姑妈也放下了手头的事情，前来劝解道。看到姑丈和姑母陪着笑的样子，我又将这口气吞了下来。姑丈和姑妈一直都对我很好，我在6岁的时候爸妈就都双双患了重症，期间都是姑丈和姑妈一直在照顾的，我连感谢他们都来不及，我来照顾你们就可以了，你们不用再花钱找护工了。年仅6岁的我站在父母的病床前面，看着忙碌走动的姑丈姑妈出了神。姑丈和姑妈的确将我父母照顾得很好，不仅仅是身体上，还有情绪价值方面。我还记得父母去世的那天，对于我来说太过于突然了。东东，你爸妈在医院去世了，那时候我正好在教室上课，班主任一把将我拉出去了教室，急急忙忙地和我说道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之前这段时间里面，父母的病情已经逐渐稳定了，并且医生说很快就能出院了，怎么现在突然就去世了？东东，你以后可以把我们当成爸妈。当我爸妈去世之后，一直都是姑丈和姑妈养我的，他们供我读书，所以我毕业之后赚到的钱大部分都用来补贴家用了。爸妈去世之前，将这套房子留给了我。这套房子是3层的大别墅，姑丈和姑妈当时为了照顾我，自然而然也就搬进来居住了。姑丈和姑妈很快生了一个儿子，表哥结婚之后，表嫂也一同搬了进来。在此之间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，毕竟表嫂也是和我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，撕破脸皮也没有什么好处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的忍让却让表嫂一再越了界。啊，你干嘛？那天我回到家，刚脱完鞋子，准备回到房间好好休息一番的时候，却看到表嫂在我面前经过。顿时，我注意到她手上的金镯子，我内心咯噔一下，难道是母亲给我留下来的那个吗？当我看清楚之后，勃然大怒，母亲的遗物居然在表嫂的手上。你拿我金镯子干什么？我立刻上去，死死地握住了表嫂的手腕。你知不知道它对我有什么意义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表嫂试图想甩开我，
但是却因为力气太小没能成功。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，别把我弄疼了。等会宝宝有些什么事情，你可担当不起。况且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金手镯是你的？表嫂似乎知道我拿它没办法，金店里面这种类型的手镯多了去了。这是我妈的遗物，你还给我！我气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这时候，姑丈看到我们两人又在吵架，和往常一样拦在了我俩中间。有话好好说，姑丈，他拿了我妈给我的金镯子，我马上告状，我100%肯定这就是我的东西。还没等表嫂开口，姑丈便凑来我耳边说道：“你也知道他这个人，你就送给他吧，反正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？”我知道姑丈和姑母在宠爱我的同时，也十分纵容表嫂。表哥从小不学无术，娶到一个老婆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。姑丈他们必然不会让表嫂从这个家里离开。我指着表嫂得意的脸庞，我迟早会拿回来的。表嫂冷哼了一声，转头回到自己房间，一边走还一边哼着小曲子。不知道怎地，我听到表嫂房间里面传出了一声尖叫，我也没有过多询问，毕竟她死了都跟我无关。很快到了晚饭时间，我刚坐下，就听到对面的表嫂就缓缓开口：“我怀孕了。”“什么？你怀孕了？”表哥听到之后激动地大叫起来：“我们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！”姑丈和姑妈恰好从厨房里拿菜出来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连饭菜都来不及放下，就跑过去握住了表嫂的手：“你们结婚3年了，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！”姑妈兴奋极了，眼里都快要流出幸福的泪水。“恭喜你呀，表嫂！”看到这一幕，原本和表嫂关系就一般般的我，也不得不假情假意地祝福起来。“你就不用了吧。”表嫂对我翻了一个白眼。“孩子出生之后，家里的人口就会变多，到时候挤不下怎么办？东东，你要是搬出去，就万事大吉了。”说完，表嫂还顺势向我挑了一下眉毛，示意我识相点。我有些不悦，一把将筷子重重地放在桌上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姑妈的话所打断。“哎呦，孩子这不还没出生吗？这么快说这些干什么？”姑丈也开始打起圆场来：“大家快吃，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”紧接着将一盘盘菜推到我面前，可没想到表嫂还不罢休，嘴巴就像机关枪似的对我进行了一番猛烈攻击。“你呀，从小就没了爸妈，要不是我公公婆婆愿意养你，你现在都不知道死在哪里呢。你不要再说了。”姑丈听完之后立刻生气起来：“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东东呢？他对我们来说和亲女儿没什么区别。”表嫂看到姑丈生气之后，立刻低头扒着自己碗里的饭，只是嘴里还不停地嘟嘟囔囔道：“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的。”此时，一旁的表哥也有些不开心，抬头看着发脾气的姑丈说道：“她刚怀孕，你吓着孩子怎么办？你就一直护着东东吧你。”胳膊肘往外拐，看到眼前鸡飞狗跳的一幕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东东，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。在晚饭之后，姑丈生怕我不高兴，一屁股就坐到了我旁边。“这个家没了你得垮。”我听完只是淡淡的笑了一下：“没事，我习惯了。”忽然我想到了一些什么东西，原来他不知道这个家写的是我的名字，居然还叫我搬出去住，我们一直都没说。姑丈有些不好意思，因为当初你表嫂嫁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是说有房子，他才同意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我顿了一下，那我明白为什么他一直对我有敌意了。东东，你别放心上了，这都不是什么大事情，
以后他再这样胡闹，我们会帮你教训他。”姑妈陪着笑的握住了我的手。不过我也不想再计较什么了。姑丈和姑妈将我抚养成人，已经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了。至此之后，我尽量避免和表嫂碰上，这样她好我也好，春风满面的，又在哪里鬼混回来了。但有些时候我实在忍不住，因为姑姑和姑丈的坚持，我晚餐时间还是会回到家里吃。我默不作声地扒着饭，累了一天的我实在是没心情和他争吵。正当我以为容忍就可以让生活安稳下来的时候，我却听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。那天我洗完澡，正好路过姑姑和姑丈的房门，也许是因为风吹的缘故，门并没有关紧，咚咚踏。原本想要直接走过去的我，在听到自己的名字后，猛地停了下来，躲在一旁，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。接下来姑丈说的话，仿佛给我浇了一盘冷水，背后阵阵发凉。得想个办法把他赶走。要是咱儿媳孩子出生了，这家里哪够挤的？姑姑有些犹豫，但是这房间是她名下的，我们也找不到好理由赶走呀。你忘了吗？姑丈顿了一下，之前我怎么对他爸妈的，现在换个差不多的办法对他就好了。对他爸妈下药的事情，姑姑突然轻声笑了一下。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。听到这个真相之后，我愣在了原地。我就知道我爸妈的死并没有那么简单，明明他们在去世之前的那段时间还好好的，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去世了，实在是离谱。我紧紧攥住了拳头，死死地通过门缝盯着里面的人。从那晚开始，姑姑和姑丈在我心中的地位就变了。我在这个家生活的时候变得小心翼翼，生怕哪天就惨死在他们的手下。我开始找借口不回家吃饭，甚至不喝家里的一滴水，留了800个心眼。东东，你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对我们怎么有点生疏了？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姑丈看出了我的异样，他故作关心地走到我身边，一手搭上了我的肩膀。我顿时本能地躲开了。看到姑丈脸上的尴尬之后，我连忙说道：“不是，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我有点忙不过来，所以就很少跟你们聚在一起。”姑丈听完之后，眼里流露出了心疼。虽然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做足万全准备的我，最终还是被姑丈算计了一把。啊，电梯怎么坏掉了？那天是学校的礼仪日，规定每个女生都要穿着短裙，还有高跟鞋。电梯突然出现故障，为了不迟到，我只好穿着10厘米的高跟鞋，从8楼走到1楼。本来我穿高跟鞋就有点不稳当，要不是那天有特殊着装要求，我才不会穿这种鞋子。在下楼梯的时候，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旁的栏杆，生怕整个人滚下去。你去死吧！突然，一个再也熟悉不过的男生从我背后出现，让我吓得一激灵。我惊讶地回头看，看到的是姑丈骇人的面容，他脸上充满着仇恨，一改往日的慈祥形象，嘴里对我骂骂咧咧：“你别缠着我们家了，够了！”随着我的尖叫声，我连滚带爬地摔下了楼梯，顿时头破血流，失去意识。我真的死了吗？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眼前是一片白花花的场景。医生，医生，他醒了！听到耳边传来的医疗仪器声音，我才迷迷糊糊意识到我还活着，在鬼门关走了一趟。等我意识清醒之后，警察便来到了我的面前，对我说起问有关于这起案件的细节。我们已经查到了，是你姑丈推的你。警察淡淡地说道：“你算是命大了。原本他说你是失足掉下去的，但是不巧刚好有对面楼的人看到这一幕，帮你做了证。他为什么要推我？我始终搞不明白这个问题。
我死了之后，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吗？他在前几天帮你买了个巨额保险，如果你意外死亡了，他就能够拿到一大笔钱。警察顿了一下，你名下的房子，他也可以占有了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凉透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。我几乎是强忍着哭腔说出这句话的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姑丈居然会对我这么狠。我在医院治疗的这1个月里面，姑丈一家人完全没有来看望过我，甚至还厚脸皮地住在我的房子里面。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复仇计划，这一次我要让他们后悔。我回来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我康复出院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发廊弄了造型，化了个大浓妆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家门。姑丈甚至不敢抬头看我，他低声说了句：“怎么就回来了？”恰好这句话被我听到，我一甩行李就往沙发上面坐。这可是我家呀，我不回来能去哪里？这时候，我很久不见的表嫂从房间里出来，看到我像皇帝一样坐在沙发上，又开始对我阴阳怪气。这个月去哪潇洒了？看你精神的。表嫂给我翻了个白眼，就会花钱的玩意，这怎么就是你家了？此时我再也不想忍了，我一把将房产证甩了出来，对着表嫂大喊道：“你要不看看这个房子写的是谁的名字？”表嫂愣了一下：“是我公公婆婆的名字啊，不然呢？你自己翻开来。”我挑了一下眉毛，大惊喜哦！一旁的姑姑想要阻止，但是表嫂猛地甩开了她的手，伸手拿起了房产证，颤抖着打开了，上面的持有人赫然写着我的名字。你们！表嫂瞬间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当初你们骗我说这套房子是你们的，我才同意嫁过来的，不是？儿媳，你听我说。姑丈摆了摆手，试图平复表嫂的情绪，但都被表嫂甩开了。一群骗子！表嫂在留下了这句话之后愤然离去，剩下姑姑和姑丈待在原地。紧接着，下一秒，姑丈变现原形了，指着我大骂道：“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干嘛要把这件事说出来？我们家散了，你就开心了？”姑姑也在一旁搭腔：“对呀，你们怎么把我爸妈害死的？我还没追究呢。”听到我说这话，他们明显愣了一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自己那天晚上说的呀。顺势，我拿起了自己的手机，播放了录音。姑丈姑姑的声音被清清楚楚地录了下来。还好我那天反应及时，按下了手机录音键作为证据。姑姑和姑丈一下子就想冲上来夺过我手机，却被我巧妙地躲了过去。我限你们2天内收拾好行李搬出去，这是我的最大限度。姑姑和姑丈知道自己理亏，便也没有再与我争执，悻悻地回到房间收拾行李。而表嫂原本打算出门找上班的表哥进行对峙，但没想到在路上被超速的小车撞倒了，孩子最后也没了。喂，你好，是警察吗？我要报案。在姑姑和姑丈搬走之后，我鼓起勇气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将这段录音和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给了警察。我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姑姑和姑丈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刑，而表嫂和表哥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。天气真好，我拨开窗帘，窗外的阳光洒在我的脸上。新的一天终于开始了，对，我新的人生也终于开始了。全剧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爸妈要给我买一套学区房，嫂子听到后急了，想用肚子里的孩子将学区房抢过去，并且扬言学区房写了我的名，就把孩子打了。谁知爸妈怒拍桌子：“你爱生不生？不生就从我家房子里滚出去！”今年元宵，我哥带着嫂子一起回了家。
爸妈很高兴，因为这是我哥结婚以来，他们夫妻俩第一次回家过元宵节。一大早上，我妈就去菜市场购买食材，还吩咐我爸去排队买一家超级难买到的酱牛肉，只因那是嫂子的最爱。临近饭点，哥哥嫂子才两手空空的姗姗来迟。他们敲门时，爸妈都在厨房忙活，而我正在给布丁换猫砂。布丁是我捡到的一只流浪猫，已经跟了我1年多了，特别乖巧。开门怎么这么慢呢？一进门，嫂子江雪就双手叉腰，对着我阴阳怪气。我和嫂子关系一向不好，所以也没有搭理她，端起脚边的猫砂盆准备离开。谁知她瞥了一眼我手上的猫砂盆，顿时用手捏住了鼻子。这猫怎么还养在家里呀？弄得家里一股子怪味，熏死我了！快把这猫扔了吧，下次这畜生要是还在这个家，我就不回来了。我狠狠地瞪了一眼江雪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你叫谁畜生呢？这里是布丁的家，你爱来不来？”江雪一时语塞，竟转头指责起哥哥来：“我早说不来不来，你非得拉着我来，看吧，你家人都不待见我，连一个畜生的地位都比我高了。”我哥见状，立刻安抚江雪，妈妈也端着满满一盘牛肉从厨房出来打圆场：“小雪，你别生气，你来我们当然欢迎了。你看，这是你爸专门去买的酱牛肉，是你喜欢的那家。”见到满满一盘酱牛肉，江雪的表情才微微缓和，狠狠剜了我一眼后，扭头走向了卫生间里。过了好久，江雪才慌乱地从卫生间里出来。我哥急忙迎了上去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小雪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怎么出汗了？快擦擦。”江雪摇了摇头，看向我的目光躲闪。我心下一紧，赶紧跑进了卫生间，果然发现我挂在卫生间里的黑色紧身礼服线下已然皱巴巴的了，腰间的拉链也被扯坏了。这礼服是我认识10多年的好闺蜜送的，是她的毕业设计。我本来打算在毕业典礼上穿的。我拿着礼服跑出来质问江雪：“你是不是穿我衣服了？”江雪心虚地撩了撩头发，眼睛看向别处：“什么衣服？我衣服一大堆，用得着穿你衣服吗？刚刚只有你进了厕所，不是你还有谁？”江雪见掩饰不住，干脆也不装了：“是我怎么了？一件破礼服而已，有什么可稀罕的？大不了赔你10几块钱，你拿去修修。”我顿时火冒3丈，将礼服重重地扔在了江雪身上。这礼服是私人定制款，你赔得起吗？还有，你妈没教过你，别人的东西不要碰吗？话音刚落，江雪就委屈地哭了起来。哥哥见状，连忙呵斥我：“安安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一件衣服而已，你嫂子也不是故意弄坏的。这样吧，我待会转你1000块钱，你再去定制一件。”哥，我话还没说完，妈妈就走上前来，摁住了我，对着我摇了摇头。想到今天是元宵，哥哥好不容易才回家一趟，我只好忍下了，跟着妈妈一起去了餐厅。饭吃到一半，我哥放下筷子，一脸笑意：“爸妈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小雪她怀孕了。”爸妈听到这话，又惊又喜：“小雪怀上了，好啊好啊，真是个大喜事。我和你爸正愁退休了没事干，现在好了，以后有娃可以照顾了。”虽然我的气还没消，但是听到嫂子怀孕了，我也很高兴。毕竟哥哥一直想要个孩子，现在总算是得偿所愿了。我端起面前的果汁，想要祝贺一下哥嫂。哥哥嫂子，恭喜啊！等小侄子小侄女出生了，我给他打个小金锁。哥哥连忙端起酒杯回应我，可是嫂子却一脸的不高兴，耷拉个脸也不说话。哥哥见状，用手推了推江雪：“我妹妹都敬酒了，
你倒是表示表示啊！”谁知江雪没好气地撂下了筷子。我表示什么？他都把我儿子的学区房抢走了，难道还要我给他赔笑啊？学区房？什么学区房？我和爸妈面面相觑，都不知道江雪在发什么疯。江雪激动地站起身，用手指着我：“林安安，你还在这装傻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爸妈给你买了套学区房，还是在我们市最好的小学边上。”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江雪说的是这套房子。我是小学老师，今年毕业后就要入职本市的江滨小学，这学区房是爸妈为了我上班方便才给我买的。在我们家并没有什么重男轻女，哥哥有的东西爸妈也会给我备一份。哥哥结婚的时候，我家准备了一套市中心的大平层给他们当婚房，还给了江雪28万的彩礼，也算是给足了江雪脸面。没想到现在爸妈只是给我买了套不到90平的房子，江雪就有这么大意见。见到江雪撒泼，我哥脸色也不太好看。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吗？今天元宵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？江雪指着我的手，立刻调转了方向，指向了我哥。林婷婷，你能不能为我和肚子里的孩子争点气？就靠你那每个月几千块钱的死工资，能养活我们娘俩吗？何况林安安就是个女儿，以后还是要嫁出去的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咱们家的一切以后都要留给我肚子里的儿子。难道你想我们的儿子以后没学上了？江雪对着我哥劈头盖脸一阵指责，我再也忍不住，起身和他理论。江雪，你是我嫂子，所以我一直敬你3分，但是你偏要在这里听不懂好赖话。这学区房是我爸妈给我买的，你想抢了去，做梦吧！江雪顿时气得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：“好啊，你们一家人就欺负我这个外人是吧？我还就把话撂这了。要是这学区房给了林安安，我就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。”江雪话音刚落，爸爸突然将手里的筷子甩在地上，全家人都吓了一跳。小雪，你嫁到我们家的时候，我们是没给你们夫妻俩买婚房吗？现在居然把主意打到安安的房子上来，这孩子你爱生就生，不生就从我们家买的房子里滚出去。江雪直愣愣地看着我爸，许久才抹了把眼泪，气愤地拿起沙发上的包。行，既然你们家不要这个孩子，我现在就去把他打了。说完，江雪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。我哥见状，抿了抿嘴，最后什么都没说，拿着江雪的羽绒服外套追了出去。元宵节的闹剧就这么不愉快地散了。后来不知道我哥用了什么办法，劝住了嫂子，她也消停了一阵子。虽然我们和嫂子已经撕破了脸面，但是奈何嫂子怀的是我哥的孩子，爸妈虽然不喜欢嫂子的做派，却也想抱孙子。于是抽了个周末，我妈带着我去超市买了一大堆孕妇用的东西，给哥嫂送了过去。哥哥今天加班不在家，给我们开门的是江雪的母亲。她一看到我们，脸立刻沉了下去。你们来干什么？还嫌上次把我女儿气得不轻是吧？现在还有脸来？妈妈一向是个老好人，连忙陪笑。我们来看看小雪，顺便买了点孕妇用得到的东西。看到我们身后大包小包的东西，江母的脸色才略略缓和了一些。进来吧，记得脱鞋，别踩脏了我家的地。我和妈妈同时愣住了，这房子什么时候成了他家的？随后江母将我们撇在了客厅，自己躲进了房间，许久都没出来。江雪更是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我和妈妈面面相觑半个钟头，江母才从房间出来，坐在了对面的沙发上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学区房什么时候去过户？
妈妈的笑容顿时僵在了嘴角。亲家母平平和小雪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家买了这套大平层给他们当婚房，彩礼3金啥的，一个不落。现在又来要学区房，这不合适吧？江母朝我们翻了个白眼，冷喝一声：“学区房是给你未来大孙子的。再说了，我女儿嫁到你们家，给你们家生孩子，这可是大功臣。没有我女儿，你们家都要绝后的。我们要一套房，不是应当的。”妈妈脸色阴沉到了极点，语气中夹杂着不悦。那这个学区房，我们就是要给安安呢。江母激动地从沙发上跳起来，居高临下地指着我们：“你们为了个女娃，连自己孙子都不要了。这学区房如果不写在小雪名下，要不离婚，要不打胎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”亲家母，小雪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亲孙子没错，但安安也是我的女儿。我们虽然看重这个孩子，但要是这个孩子威胁到了安安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妈妈话音刚落，房间里就传来杯子砸碎的声音。我和妈妈相视一眼，都没说话，径直走了出去。回去的路上，看到妈妈一脸愁容，我妥协地问道：“妈妈，要是嫂子真想要这套房，要不还是给她吧，只要她能好好的把这孩子生下来，一个学区房而已，给就给嘛。”妈妈摇了摇头，态度坚决：“这次我们妥协了，下次她再怀孕呢？你嫂子就是觉得我们重视这孩子，这才用打胎想逼着我们点头。”回到家不久，哥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他语气不快，上来就指责妈妈：“妈，我好不容易把小雪劝住了，你和安安又去闹什么呀？小雪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，你们不心疼，我心疼。现在他又吵着要去把孩子打了，你们现在满意了？”妈妈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。我抢过手机，对着话筒大喊：“哥，你能不能搞清楚状况？我和妈妈好心带着一堆东西去看嫂子，她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也就算了，他妈上来就问房子的事情，还动不动就说离婚打胎，妈妈也被气得不轻，也没见你来关心一下，上来就兴师问罪。是，嫂子怀的是你的孩子，那你就不是妈妈的孩子了。”哥哥自知理亏，语气微微缓和了些。“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小雪她最近受不得刺激，你们还是别去打扰她了。”说完，电话那头就传来嘟嘟嘟的声音。我哥把电话给挂了，妈妈站在一旁，眼眶微红，却向我摆摆手，说没事。开学后，我忙着毕业论文，1个月才回家一趟，却没想到正撞上了回家的哥嫂。听妈妈说，哥嫂是回来道歉的，爸妈也顺坡下驴，不再计较之前的事情了。哥哥见到我，尴尬地摸了摸头：“安安回来了，快来坐。”我走到沙发处，看到嫂子正翘着个二郎腿坐在那里，吃着红彤彤的大草莓，每个草莓就咬了一口，剩下一堆草莓屁屁扔在桌上。我摇摇头，并不想和嫂子坐一起，选择去猫猫房和布丁玩。猫猫房是我家之前的书房改成的，自从我爸退休后，书房就闲置了，现在也已经变成布丁吃喝玩乐的小窝了。嫂子见我要去猫房，连忙起身跟了上来，我也去看看小猫。听说孕妇多和小动物接触，对孩子好。我见状，立刻拦住了嫂子：“嫂子，布丁很久没洗澡了，我怕它熏着你。再说了，猫猫都好动，你现在正是怀孕要紧的时期，还是别进去了。万一把你蹭着刮着，这出了事，我可担不了责任。”嫂子一脸委屈地看向我哥：“老公，我都和你回家道歉了，现在想和猫玩一下，安安都不让。”我哥一听，立刻责怪起我：“安安，你嫂子想进去玩一下，就让她进去吧，一个猫而已，
你嫂子还碰不得了。我拦着的手只能放了下来，跟着嫂子走进了猫房。布丁一看到我过来，就兴奋地扑进我的怀里，不断用他的小脑袋蹭着我的胳膊。我和布丁玩得正起劲，嫂子却一反常态地想要抱抱布丁。我赶紧打开笼子，将布丁放了进去。嫂子，布丁身上可能有什么细菌，你就隔着笼子逗一下它吧。说着，我便将逗猫棒递给了嫂子。不料嫂子无视了我的话，径直走到笼子旁，将布丁抱了出来。哎呀，猫猫就是要放出来，你别把它关笼子里啊，要闷坏了。对了，你不是要给它换猫砂盆吗？我和猫先玩一会，你去换吧。看着布丁乖巧地趴在嫂子怀里，我才放下心来，端着猫砂盆去了阳台。没过多久，布丁的惨叫和嫂子的惊呼声相继传来，我心一紧，感觉有大事发生，赶紧扔下了猫砂盆，往猫房走去。与此同时，爸妈和我哥都慌张地往猫房跑去。我打开猫房，只见嫂子倒在猫笼旁，一动不动。她手上有2条又细又长的伤痕，还微微向外冒血。哥哥连忙将嫂子抱起，朝我们大喊：“快去开车呀！都愣着干什么？”爸爸赶紧拿起桌上的车钥匙，将哥嫂送去了医院。看着猫房里鲜红的血液，我心有余悸地瘫倒在地，浑身颤抖。妈妈，我不知道布丁会攻击嫂子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要是嫂子的孩子保不住了怎么办？妈妈紧紧地抱住我，轻声安慰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嫂子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”等我们赶到医院时，嫂子已经被送进了手术室，情况好像不太妙。哥哥坐在一旁，低着头不说话，脚边的烟头散落一地。煎熬了许久，手术室里的灯终于灭了。嫂子被推了出来，她嘴唇发白，额头还冒着虚汗。医生，我老婆还有孩子怎么样了？医生看了眼心急如焚的哥哥，叹了口气：“孩子没有保住，非常抱歉。不过好好调理的话，还是有再怀上的可能的。”哥哥听完，呆愣在了原地。匆匆赶来的姜母听到这话，趴在嫂子身上痛哭，还不忘对我恶语相向：“你这个贱人，看你干的好事，现在孩子没了，你满意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姜家不是好欺负的，你就等着偿命吧。”我的双脚如灌满了铅斑，怎么都动不了，只能定在原地，听着姜母的责骂。妈妈见情形不对，赶紧护着我，让我先回家去。浑浑噩噩地回到家后，看到杂乱的猫房，里面还有一滩血渍，我再也支撑不住，跪坐在地上痛哭起来。布丁颤巍巍地向我跑来，爬上我的双腿，有气无力地叫唤着。我将布丁抱在怀里，用脸蹭着布丁柔软的毛，却触摸到了一些黏糊糊的液体。当我定睛一看时，赫然发现布丁身上有一处狰狞可怖的伤口，伤口流出的血附着在周边的毛发上，已经快要凝固了。布丁，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布丁没有回应我，只是虚弱地躺在我的怀里。我赶紧将布丁带到了宠物医院，医生给布丁仔细检查了伤口，发现伤口处有一个细小的螺丝钉，那钉子虽小，却也贯穿了布丁的皮肤，扎进了布丁的肉里。我赶紧让医生安排取钉子，但布丁因为疼痛一直非常抗拒，直到打了麻醉药，才把钉子顺利取了出来。看到躺在台上奄奄一息的布丁，我的心也难受到了极点。医生嘱咐我要好生照看布丁，现在猫猫都容易乱跑，你要是平时不在家，就在家里安个监控，这样猫猫要是乱跑出去，你也能第一时间发现。听到医生的话，我才想起来，
自己很久之前就在猫房里安过监控了。那个时候我刚捡到布丁，但是因为还没毕业，寝室也不能养宠物，我只能将布丁交给爸妈来照顾。为了能天天看到布丁，我就在网上下单了那种可以移动、可以对话的监控。不过这个监控质量不太行，用了几次就不能对话了，我就没有再去管它。我向医生道了谢，赶紧带着布丁回了家，直奔猫房。那个移动监控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踢到了猫房角落，不过好在监控还有电，存储卡也还在。我将存储卡插在了电脑上，找到今天下午的监控回放画面上，在我走出猫房后，嫂子刚开始还是温柔地逗着布丁，后来竟然从猫爬架旁的工具箱里找了个钉子，直直地插进布丁的身体里。布丁疼得惨叫一声后，挣脱了江雪的束缚，双腿颤抖地跳到了旁边的桌子上。谁知江雪还不罢休，要去抓布丁，结果没有抓到布丁，反被布丁挠出了2道细长的口子。被抓后的江雪惊呼一声，随后走到猫笼旁，肚子向下直直地往地面摔去。我惊讶地捂住了嘴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画面。难道这一切都是江雪自导自演的一出戏？可她失去的是自己的孩子啊！第二天，听说江雪醒了，我火急火燎地赶去了医院。江雪是在我家出的事，所有人都以为是布丁发狂，攻击了江雪，才导致她流产的。所以爸妈给江雪安排了最好的病房，还给她请了一个护工，照顾她的饮食起居。到医院的时候，我看到哥哥刚从病房里走出来，他顶着一对黑眼圈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哥哥见到我时，没有劈头盖脸的指责，只是轻轻地将我拦下。安安，你就别进去了，小雪的家里人在里面，我怕他们把气撒到你身上。我的眼泪顿时涌上心头。哥，你不怪我吗？哥哥摸了摸我的头，轻轻叹了一声。傻妹妹，又不是你的错，可能你哥我呀，就是运气不好吧。备孕1年多才怀上，怀上了也没保住，这就是命吧。看着颓丧的哥哥，我还是没忍心将监控的事告诉他。等哥哥走后，我再次折返，想进去问个清楚，没想到病房里却传出一阵欢声笑语。我就说这招行得通吧，你们看着吧。林家肯定会想尽办法补偿小雪的，到时候那个学区房还不是说有就有。说话的人我不太认识，不过看着和江家关系很好。你这是什么鬼办法？代价也太大了，我差点就去见阎王了。江雪躺在床上，有气无力地说道。江母满脸笑意地看着江雪，脸上丝毫没有心疼。我的好女儿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，更何况这流掉的是个女娃。等你身体养好了，你和小平再努力，争取生个大胖小子出来，有儿子才有地位。这还得多亏了你表姐的法子，那个词怎么说的？一箭双雕吗？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病房里的3人，只觉得浑身发冷。学区房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竟不惜用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来交换。我慌乱地跑回了家，脑海中却不断交织着今天看到的一切。爸妈看到失了神的我，赶忙上来围在我身边。安安，你嫂子的事情别太自责，这也不能全怪你，毕竟是她要去和布丁玩的，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布丁会不是布丁造成的。我激动地打断了妈妈的话，是嫂子，她自导自演了这一切，她为了学区房，把肚子里的孩子害死了。安安，别胡说，这种事情怎么能胡说呢？妈妈以为我魔怔了，赶紧将我的嘴捂住。爸爸看着我认真的模样，试探性地问道：安安，告诉爸爸，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
我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将在病房门口听到的对话悉数告知了爸妈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有听错。爸爸脸上带着愠色，严肃地问我。我重重地点了点头，并且将监控里拍到的画面摆在了爸妈面前。一群畜生，他们简直不是人，还妄想我们给他补偿，门都没有！爸爸愤怒地拍着桌子，呼吸也随之变得急促起来。我赶紧扶住爸爸的身子，帮他顺气。爸爸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将这件事告诉哥哥呀，难不成要让江家骗他一辈子吗？对，安安，你说的对，你现在就给你哥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家一趟。妈妈在一旁附和道。我麻利地拿起手机，拨通了哥哥的电话。喂，哥哥，你在哪呀？能不能回家一趟？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。哥哥还没出声，电话那头就先传来了江母的叫骂声。你这个贱人，居然还敢打电话过来！你给我等着，我们全家不会放过你的！江母话刚说完，江雪就剧烈咳嗽了起来。哥哥分身乏术，只丢下一句有空再回去，便匆匆挂断了电话。当天晚上10点多，哥哥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家。叫我回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给哥哥倒了杯水，顺势坐在了他身边。哥，嫂子情况怎么样了？哥哥接过水，一饮而尽。小雪整天郁郁寡欢的。安安，你这几天千万别去医院，他娘家人都不是善茬，他们看到你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不放过安安，这是想把流产的事情算到安安头上。爸爸冷冷地看向哥哥，语气不悦。哥哥不耐烦地揉了揉太阳穴，小声地反驳道：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说，小雪流产也是布丁造成的，布丁又是安安养的，他们把这事怪到安安头上，也是情有可原。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安安的错，我就是怕小雪看到安安情绪激动，她本来身体就不好，江雪身体不好都是她一手造成的，是她自己活该。这个女人竟然为了个房子，活生生的害死了你的女儿，现在还想着学区房，做梦！哥哥激动地站起身，震惊地看向爸爸：爸，你怎么说得出来这种话？就算你想护着安安，也不应该这样诋毁小雪吧？她是我老婆，我还不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吗？哥，你真的了解江雪吗？或许你了解江雪，但是你又了解她家人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她是故意把自己搞流产，然后嫁祸给布丁的。我边说边拿出电脑，将监控画面摆在哥哥面前。哥哥先是一脸疑惑地看着屏幕，随即眉头紧皱，瞳孔逐渐放大。当看到江雪是自己倒地时，哥哥颤抖地伸出手，指着屏幕：不可能，你这视频哪来的？是不是伪造的？我恨铁不成钢地看向哥哥：哥，这是我在猫房安的监控拍到的，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伪造监控视频啊？我哥听后起身就要回医院找江雪问清楚，我急忙拦下他：哥，这么晚了，明天再去吧，明天我们全家一起去。哥哥并没有理会我的话，一把将我推开，赶去了医院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打开房门，像往常一样呼喊妈妈，却看到爸爸比着虚小跑到我面前。顺着爸爸的手势，我看到了蜷缩在沙发上的哥哥。哥哥平时看着身形高大，此刻却像个受惊的小猫一样，弓着身子蜷缩在沙发中间。临近午饭，哥哥才从沙发上醒来，我这才发现哥哥的左脸红肿，上面还能微微看到几个手指印。江雪打你了？我指着他脸上的红手印问道。哥哥点了点头，故作轻松地说道：是他打的，我昨天去质问他，他刚开始还不松口，死活不承认，
后来我和他说了房间里有监控，他就恼羞成怒，对着我的脸来了一巴掌。我已经和他提离婚了，等他一出院就去办手续，他要是不同意，我就去法院诉讼。听到离婚，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，但随即又担心起来。江雪一家都不是好相与的，离婚这事，江家肯定还要闹上一闹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医院就打来了电话，江雪自杀了。等我们匆匆赶去病房时，却发现江雪安然无恙地躺在病床上，丝毫没有自杀的模样。见我们来了，江雪立刻拿着切水果的小刀，作势要往自己手腕上割去，而江母正站在一旁，假惺惺地要拦着。两个人一唱一和，正上演一出自杀的戏码。哥哥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，冷冷地开口道：“别闹了，你再怎么闹，这婚也是要离的。”江母一听这话，也不担心江雪自杀了，立刻扔下了江雪，冲过来要打我哥。爸爸眼疾手快，走上前去拦住了江母。怎么，以为我们林家好欺负吗？还想动手？江母打人不成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哎呦，我雪儿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你们林家害死了我的外孙，现在还要逼着我们离婚，天理不容啊！经过他这一闹，病房门口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，他们正对着我们指指点点的。见状，我立刻将病房门大开，掏出电脑，将监控画面摆在了大家面前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！病床上这个是我嫂子江雪，她家为了套学区房，拿孩子威胁我们家，我们家没答应给她房子，她就故意给自己弄流产了，现在孩子也没保住，还来栽赃我们。围观群众纷纷调转矛头，开始指责江雪一家。江母急了，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把扯过我的电脑，重重地摔在了墙上，随后对着围观群众破口大骂：“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再看把你们眼睛挖了！赶紧给我滚！”见撒泼不成，江雪装出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，趴在床头：“林萍萍，我嫁给你5年，像个保姆一样伺候你，你真的要因为这个孩子和我离婚吗？我们5年的夫妻情分，你一点都不在乎了吗？”哥哥重重地点了点头。江雪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这个孩子是怎么怀上的？我和你备孕1年多，你一直在偷偷吃避孕药，当真以为我不知道？江雪的脸顿时青一阵白一阵。我没有吃什么避孕药，这孩子当然是我们努力怀上的呀。我承认这次是我一时糊涂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孩子我们以后还会有的。哥哥强忍着泪水，失望地看向江雪：“你还在骗我？要不是我和你说了这个学区房，你会断了避孕药，想方设法怀上吗？这个孩子就是你的筹码，你捞钱的筹码，我也是你们全家捞钱的工具。你嫁给我这些年，我对你有求必应，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就为了个房子，活生生流掉了那个已经3个多月大的孩子，还想和我有以后？你配当母亲吗？你就该一辈子向这个流掉的孩子忏悔。”我和爸妈同时倒吸一口凉气，怪不得哥嫂备孕1年多，怎么都怀不上，前段时间突然就怀上了。江雪情绪崩溃，颤抖地从床上跑到哥哥面前，胡乱地拍打着哥哥的脸和身体：“林萍萍，我都已经认错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你别以为提离婚我就会怕你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我离婚了，也有大把的人等着娶我。你不是要离婚吗？今天就去，谁不离谁孙子。”江母在一旁不断扯着江雪衣服，但都被江雪一一忽视了。当天下午，哥哥和江雪就迅速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。他们2个人财产都很简单，
我哥是小职员，江雪自从备孕后就没再出去工作，他们两个也没什么存款。至于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大平层，是我爸妈全款买的，写的是哥哥的名字，江雪1平方都分不到。他也算是应了我爸的那句话，真的从我家的房子里滚了出去。解决完哥哥的事后，学区房也终于走完了手续，我就开始着手装修。但是装修师傅告诉我，在房子装修期间，总是有个女人在房子周围疑神疑鬼的，有时候还会进到房子里，对他们的装修指指点点。装修师傅被他说得不耐烦了，反驳了一句：“这房子又不是你的，用得着你说3道4吗？”那个女人竟然叉着腰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就是这房子的主人，这里的装修都得听我的。”后来师傅叫了保安，才把这个女人弄走了。我查看了监控后，才知道这个疯癫的女人是江雪。不过保安很给力，他也再没出现过。今年元旦的时候，我的学区房总算是装修完成了。乔迁的这一天，我叫上了爸妈和哥哥，一起来家里庆祝。邀请哥哥的时候，他支支吾吾地问我能不能带个朋友。我和爸妈立刻心领神会。自从哥哥离婚后，他一直生活在痛苦和阴影里面，直到前段时间，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，哥哥才慢慢从离婚的阴影里走出来。哥哥的相亲对象叫施敏敏，是一个小学老师，也是因为在感情中受过伤，所以一直单着。哥哥将敏敏姐带来的时候，向我们郑重宣布，敏敏姐是他的女朋友。我和爸妈听到这话，开心得合不拢嘴。正当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饭时，门铃响了。我开门一看，来的人居然是江雪。她站在门外，头发散乱着，眼睛还不断往屋里看去。“你怎么来了？我这里可不欢迎你。”江雪紧握着拳头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“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这个房子，我和萍萍才离婚的。我得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都是拜你所赐。凭什么你能在我房子里快活享受？”我无视江雪恶毒的眼神，直接撂下狠话：“再不走，我打电话报警了。”说完，我就要将门关上，谁知江雪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死死地扣住门把手，硬生生地挤了进来。正在吃饭的一家人都愣住了，齐刷刷地看向门口。见到是江雪后，我哥连忙将敏敏姐护在了身后。江雪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：“林萍萍，你和我离婚才半年，这就又娶了？是不是这个狐狸精勾引你，所以你才要和我离婚的？你这个贱人，都是因为你！”江雪咒骂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锋利的刀片，胡乱地在哥哥和敏敏姐面前挥舞着。哥哥急忙钳制住江雪的双手，谁知江雪对着哥哥的左手就咬了下去。哥哥吃痛一声，放开了江雪，手臂上也留下了深深的血印。见此情形，我赶紧拨通了110，没想到此时的江雪没了束缚，立刻拿着刀片向敏敏姐冲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哥哥用身体挡在了敏敏姐的面前，锋利的刀片划破了衣服，哥哥的后背也被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江雪没有得逞，还想继续攻击敏敏姐，好在爸爸反应及时，朝江雪的腿踹了一脚，并趁机夺过了她手里的刀片。这时，小区的保安也赶到了，他们将江雪五花大绑，送去了警局。医院里，哥哥虚弱地趴在病床上，一旁的敏敏姐嗔怪地指责哥哥：“你知不知道刚刚有多危险？那刀片那么锋利，下次可不能用身体来挡了，可要把我吓死了。”哥哥一脸宠溺地看向敏敏姐：“我这不是没事吗？医生说了，皮外伤。”见此情形，
我默默地从房间里退了出去，来到了警察局，看见江母正在哀求警察：警官，警官，求求你了，放了我女儿，她不是故意的。被缠住的警察不耐烦地甩开了江母的手：你女儿入室伤人，这是犯罪，你求我也没用，还不如去问问被他伤的人愿不愿意和解吧。警察边说边指了指我这里。江母看到我，急忙弓着腰小跑到我面前：安安啊，看在你哥和小雪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上，就放过小雪吧。我冷哼一声：放过他？那我哥呢？就活该被刀片割，他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我们不接受和解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谁知江母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：小雪她自从离婚后脑子就不好了，之前的事千错万错都是我这个当妈的不好，你们行性好，看在她脑子得病的份上，放了她吧。我没有理会她的恳求，将这件事全交给了律师。后来律师告诉我，江家提供了江雪患有精神病的证据，法院也因为这个原因只是判处江雪赔偿6万元。之后听说江家把江雪送去了外省的一家精神病院，他们一家人也渐渐消失在了我视野中。新的一年元宵时，哥哥高兴地挽着敏敏姐宣布他们结婚的消息。看到哥哥和敏敏姐甜蜜的模样，恍惚间我想起了6年前哥哥第一次带着江雪回家时的场景。那时的江雪也是这般挽着哥哥的手臂走进我们家，她善解人意，又乖巧又体贴，爸妈和我都很喜欢她。可是到底是什么时候，江雪变成了现在这副尖酸刻薄的模样？安安，想什么呢？妈妈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看着正笑得一脸幸福的哥哥和未来嫂子，端起面前的果汁：哥，未来嫂子，祝你们长长久久，感情和睦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